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然后连完就差不多我们已经要到最后一句了，我已经讲完到要交回给主播了，现场就空袭，就真的空袭警报，然后就顿时看到后面的一些以色列的民众鸟兽散，那原本可能前一秒还在那边喝咖啡遛狗，就全部不见这样子，然后那个耳麦里面就说赶快交回，赶快交回，你赶快去躲。新闻幕后聊新闻，这里是由 TVBS 联立媒体所制播的 Podcast 节目新闻幕后，我是主持人夏嘉璐。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带给大家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趋势脉动，透过记者们第一线的采访观察，让我们有一些不同的看见。欢迎您的加入。我们今天要聊的题目有点严肃，可是我真的也觉得呢，是跟我们第一集一样，就是跟大家切身相关，关于战争。大家总觉得战争很遥远，但真有这么遥远吗？这2年呢，持续都还进行的战争就是这个俄乌战争嘛。我不知道每个人心里头想到俄乌战争是怎么样的想法，最起码对我来说，我还真没想到它会打那么久。它在2022年2月24号开打，居然已经超过2年了。不但超过2年，什么时候结束，现在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最新的新闻又说，这个教皇方济各有一个举白旗的说法，然后他又很生气。好，事件还在持续进行当中，这边不多做赘述，你也不晓得播出的时候跟我们录制的时候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除了这个之外，就是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这个战事，从去年10月到现在，也差不多大半年时间过去了。那近期发展，就真的是加萨走廊有非常严重的人道危机。很多人在那边没有食物可以吃，我甚至有听到就是国际救援组织传出来的讯息，说他们在那边就是眼睁睁看着3个孩子在路上抢食一只死掉的猫咪，我会听到那个光用听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那近期有物资要空投，甚至也空投出状况，就是这个降落伞好像不知道怎么样的问题，空投下去还把人给砸死了，所以这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国际区域战事的这样激化，东西两方世界的这种对立。那回到台湾的角度，我们有一个很明显很巨大的，然后对我们很有企图心的邻居就在旁边。我们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我们这几年有什么战略思维调整吗？或国际上在讨论这些事情，气氛有什么不同的变化吗？今天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个题目的是我们非常优秀的专门跑军事、跑国防，然后也常常在比较特殊的国际会议场合会看到他的采访的刘婷婷。婷婷你好。陆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所以婷你实际上跑什么线？我跑国防外交，主要这2条线，但也有蛮多时候会在比较特殊的国际场合看到你嘛，对不对？对，没错，公司给机会啦，然后都会去这2年2-3年比较着重的还是跟战争相关的。我觉得其实就像刚刚陆姐讲的，确实我觉得包括像是俄乌还有以巴之间的冲突，大家会很难想象在21世纪，大家觉得以前的战争都是伊拉克当年2003、2004阿富汗战争那个时代的，然后到他们主要是沙漠型的战争，但是包括像可以看到在加萨现在他们所面临的人道危机，还有包括现在在乌东的前线，还有乌克兰境内，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城市化的一个战争。那以前像刚开始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大家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对不对？大家有这样的口号，那当然就是在台湾就是大家会比较警醒，比较关心一下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又来想想看，其实乌克兰当时他们为了接下来的2022所发生这场战争，他们其实从2014年他们克里米亚被那个俄罗斯占领之后，他们花了8年的时间准备了这么多的情况，但还是面对现在的侵略。对，所以人家花了8年的时间，但是还是面临了很多的民众，就像我们第一时间其实那时候是去了那个乌克兰跟波兰的边境，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到非常多的难民逃出来。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感慨，就是因为那时候是应该战争开打没有多久你们就去了。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是战争开打大概2-3周就出门了。对，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本来也就是在国内的媒体，其实那时候没有预期会打那么久。对，大家那时候就差不多不会连1年都没想到。对，那时候大家还是有人觉得说
不知道基辅可不可以？对，还是有说那时候三天乌克兰应该就完蛋吧。然后可是这当然是因为俄罗斯一开始他派兵的出现的一些情况，那当然也是因为西方国家还有包括乌克兰民众他们所展现出来的韧性，所以才得以让他们。当然我们现在看到这2年，现在已经进入到不知道延长战的第几回合了。但是我在第一时间那个时候确实是可以看到他们还是很多的难民有逃亡，边境从乌克兰然后进到波兰这样子。对，然后他们再转往到欧洲其他城市嘛。但是那时候印象让我很深刻，是因为我们在边境采访到的那些人，他们其实都是白领阶级，你要有钱你才可以逃难。所以我们在边境的时候，我们就拍到，就看到那些女生，奇怪，为什么他们手上都是宝钻石，都是黑那种黑的一些钻石啊、红宝石啊、绿宝石，我就看看说，奇怪，为什么？就是它是一个逃难的环境，然后呢，全部都是那种羽绒衣，因为天气非常冷，然后大包小包，但是细软都带在身上。我说这个是一个非常突兀的画面。所以他们原来的生活有可能也是像我们一样，就是每天过得其实还不错，物质条件还不错，有可能是个律师，有可能是个医生。他们其实很多其实都是律师、医生、会计师、教师，都是白领阶级。然后因为男性不能够离开国家嘛，然后必须要留下来打仗，所以都是女人。然后他们家里的细软全部穿戴在身上，而且因为他们够有钱，所以才可以逃得出来。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你知道，可能以前都听老一辈的人讲，当时1949的逃离撤离的那个情况，想说，其实我常常讲说，其实战争是人类最大的悲剧。对，常常都会看到，就是一个一个家庭，然后一个一个故事，然后你就会看到他们被迫的逃离家园。但是当然因为战争上面它有很多背后的政治的因素，那像以乌克兰来讲，如果像现在大家要说你应该要举白旗，应该要放弃，他说我为什么要放弃？我的家园经济就是被侵略嘛。那当然从每个角度的每次看一个战争，每个人所站的角度或者是他们所坚持的立场，但是因而最后衍生出必须要打仗这件事情，是让人非常遗憾的一个情况。像是刚刚提到很多逃出来都是女性，她们其实年纪跟我差不多，像我现在大概31、32，那他们有带孩子在身边，他们就带孩子，因为乌克兰的女性比较早婚，所以他们常常，而且他们都是生非常多胎，所以31、2岁可能孩子大一点的10多岁都有了，有差不多有，他们就是小朋友都4、5个，然后可能从可能有时候还抱着，然后一直到10岁，然后老人家有没有一些有年长者，对，所以他们也是。我还记得我在一个加油站有碰到一对父子，然后大家觉得说奇怪，比较少看到男生，对，就是怎么会看到男生逃出来？后来发现说原来因为那个父亲他是好像是单眼失明，对，然后他的太太好像就已经很早就离世了，所以他的有一些儿子特殊的状况，对，就可以带着他一起逃难。他们就开了一个车，然后白色车，可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已经非常脏，然后就很明显他说我们已经开了7个小时的车逃出来了。除了看到很多逃出来的人，我们有目击到就是要回乌克兰的人对，这件事情其实跟后来就是以他的冲突发生的开始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很经典的照片，就是在整座飞机上面其实都是要回国的以色列的男性或男女性嘛，对，去参与这个战争的。对，那相对的，其实在乌克兰也是，那时候也是有拍到一些家庭，然后他可能就是在西欧那边去打工去工作，然后他们就开着自己的大卡车回去，然后他们也带着自己的携家带眷，然后就好奇说怎么没有把可能老婆小孩啊放在欧洲，然后因为自己被迫因为征召必须要回去嘛，他就说放在欧洲那边我也会担心，所以是携家带眷的带回去哇，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每在边境访一个人，你就会碰到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家庭，真的。然后你访了像我们在那边欧洲，后来我们有去德国嘛，也去立陶宛，就碰到很多家庭。那这样子下来，可能一个月下来听了50个故事，你可以想到
这个成语倍数，对，都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机会或什么时候才能够再回到自己的老家。你这样30出头岁的年纪，不要讲你，我自己也是，我们这一辈就从来都没有经历过战争嘛。我后来想想，不要讲我们这一辈，因为我常常骂我们家小孩，你知道吗？我就骂说，你都不知道你现在日子过多爽啊！你看那个电视上那些战争的什么什么。后来我自己想想，我其实妈妈我本人也没有经历过。你真的知道我想象我在那个环境，其实我没有想象。好，我们这一辈没有经历过，然后说我父母一辈也没有经历过，然后我祖父母那一辈有，我记得我还跟我奶奶聊过，那么时候他们怎么样在战火当中想办法逃出来，怎么一路逃到台湾的故事。可真的我们从来都没有任何像这样的经历，全部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然后即便我们做新闻，我们也不是战地记者，我们没有说像 CNN 那种一边连线外面砰砰砰你一直打的那种。你自己那个时候你的人生经验没有经历过，然后实际上在那边看到那些，你觉得当时给你最大的冲击是？我觉得其实像我是跑军事的记者嘛，我们刚刚陆姐有提到的，就是有关于战争战火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其实作为军线记者，我们常在国内就已经会跑很多的演习，那演习常会听到的就一定是各种炮弹、飞弹，然后还有包括不管是军方打靶，所以其实理论上你对于那些砰砰砰砰的声你是已经习惯，你说好，那命中目标啊，什么都很习惯这样。那你已经看过演习的人都听过了。可是我印象很深刻是这次我们去以色列采访的时候，你去以色列是在哪？我们主要在台拉维夫，然后还有耶路撒冷，还有台拉维夫的一些外围，因为那时候也是相对安全。对，第一是相对安全，第二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到现在也。国际记者也不能够进入到加沙，对，这是基本上要进去，不管哪的人要进去都很困难的。对，因为主要是他们这边的地区有就是封着的嘛。对，那另外一个是主要我们的时候考量会待在塔拉维夫，也是因为其实那里我们在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碰到火箭弹的空袭。主要原因是因为你们去的时候我记得也是蛮早的，对，我们那时候其实以色列都还没有地面进攻加沙，我记得是我去的前1-2天他们才刚刚轰了那个加沙的医院，然后就受到国际的谴责嘛。那之后当然后来的一些情形可能就受到国际更多的一些关切。那我印象很深刻是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我刚抵达的那一天，大概中午我们就刚好放下行李要出去采访了，然后我们中午那个地陪就开着车，就听到远处一个很砰的一个非常低沉我没有听过的一种声音，然后那个驾驶就说铁穹刚拦截了一个火箭弹，然后我跟摄影就看他你说那是拦截？说对啊，拦截了。我们就好，然后到了下午我们就找了一个广场连线，然后我记得说跟台北是晚上9点，那边是大概下午4点，然后连完就差不多我们已经要到最后一句咯，把现场要交还给彭丽珠，我还没有讲到那一句，不是准连，不是 live 是真的 live，对，然后就差不多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有时候有可能各种比较现场难以掌握的状况，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提前，例如说我提前半个小时先做一个连线的一个画面，然后传回来，所以不一定是真正 live，有可能是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差，类似像这种做法。但那时候婷婷讲的是等于是就是现场是真的是即时 live 的，对。然后前面我们就在讲述一下现场的氛围啊，什么什么，就差不多我已经讲完到要交回给主播了，现场就空袭，就真的空袭警报，然后就顿时看到后面的一些以色列的民众就全部。他们都因为他们接受非常完善的全民国防的训练，民防的训练，所以他们就知道往哪里跑嘛。然后因为其实他们说他们从小到大都常常就是时不时都会有那个火箭弹来轰，所以他们就很习惯这件事情，就鸟兽散。那原本可能前一秒在那边喝咖啡遛狗，就全部不见这样子。对，然后我就看到后面一堆人就在那边跑这样子。你自己有被震撼到吗？我当时有点我就大概花了1秒，然后马上就说跟观众叙述说现在这边是怎么样状况，所以连线还没有，就是才刚要收回，但实际上镜头还在你身上，还在身上，就差不多就已经要下一秒已经准备好要交还了，然后突然就响，然后那时候就大家就跑，然后当然因为过去有
接受过这个稍微的一些战地上面训练，就知道要赶快往下捂着啊之类的，要赶快往下蹲这样。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然后那个耳麦里面就说赶快交回，赶快交回，你赶快去躲。大概赶快点，赶快点。没有，他要把炸到哪里了？我跑过去拍。我记得那时候后来好像网友有在下面留言说，怎么记者不去躲？然后我后来有去回那些，就是那些我也知道那些，只是还是先把这件事情速速的做几个结束。对，然后后来有跟那个网友都回复说，哎呦，你们就是很谢谢他们的关心啦，我们有赶快把连线结束掉这样子。可是当下我觉得大概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们大概我那个时候一连完交回去，我就知道要去躲来不及，就是你有种感觉，就是那个时间差，因为交回去已经可能至少过了40秒到1分钟。然后我跟你摄影说好，我们就蹲低，因为其实蹲低也是一个标准动作啊，我们就蹲低啊什么的。然后到大概在30秒之后，你就听到那个附近一个砰，对，就是跟中午的时候听到那个声音是一样的。然后你说这才40秒1分钟，你已经来不及了耶。对，其实在以色列当地，他们在准备全面国防这件事情上面，他们是有精准到飞火箭弹几秒会到你所在的位置。对，所以例如说加萨地区是在比较以色列南部的位置嘛，那距离像是我们常听到的一些城市像是 Sderot 啊那些的地方，可能他们的只要你的空袭警报一响，你那边可能只有15秒的反应时间，但是你再往北走，可能像耶路撒冷啊、塔拉维夫，你就大概90秒。而且我们这么精准，他们精准，就是不同的地区，然后大家避难时间有多少这样。对，然后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背起来，会背起来，这是他们小时候在学校里头就要开始教了。对，他们都知道这些东西。所以后来我就这个东西是做一个防空避难所的专题，然后我本来还以为说90秒只是参考，有没有？因为有一次我们真的有去拍摄一个防空避难所的那个专题的时候，我们正要访问的那位大学生，他带我们去走访不同 level 不同，从最不好的对，在以色列从最不好的防空避难所拍到最好的防空避难所，我们就做一个小专题。然后我们在访的一半的时候就遇到真的空袭，对，然后他就带着我们跑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直接躲进了一家服饰店。所以其实在以色列连服饰店里面都有防空避难所。对，他基本上他们的法规就是要求他们的只要是新的房子、新的建筑，不管是餐厅，不管是超市，里面都要有一定 size 的防空避难所可以供民众去躲避。对，所以就可能就不像台湾说，你要去找那个对，我们的那个什么奖励容积是拿来盖停车场之类的。对，他们就是一样，他们有这相关的法规，还有包括说你的那个水泥的厚度要厚多少，然后你的那个屋顶要多厚啊，什么，他们都有这相关的法规。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印象最深刻是因为我们躲进去之后，里面听到砰砰砰，然后一踏出来，其实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个小区就其实就像民生社区那种，就是附近有酒吧，有那个小餐厅、小酒馆，然后有一些服饰店，然后那边的楼的房子也不高，可能才4-5层楼，就是很 chill 的感觉。然后你踏出来十字路口头一台拦截就在上面，对，就真的是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拦截的那个烟硝，你就对，你那时候的感受，我当时其实非常震撼，很震撼。对，因为我后来回国有跟一些可能军方人士在聊，我就说铁穹的声音真的跟你在演习听到的所有发射出的不管什么样的弹药、炮火、武器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对，那我们在以色列也是有碰过没有拦截成功的状况，然后就会直接炸下来了。他们其实因为是火箭弹嘛，那火箭弹其实跟飞弹不一样嘛，火箭弹基本上它就是它的杀伤力基本上是对于例如说可能一层楼，它就对于上面就是它的屋顶下面几层有影响，所以他们其实有个法规，就如果你真的来不及逃，就像我们访那个大学生，他就说我阿嬷就90岁啊，他就没办法逃离我们家房子啊，那他就索性就在家里了。可是因为他们家比较幸运是他们家在3楼，然后他们那栋楼是5楼，所以 maybe 只是顶多只会撒到4-5楼。这个逻辑是不是当地的那个卖房子的因为在台湾楼层比较高，通常都比较贵。这逻辑是，就是他们有一些生活的，他们的生活常识，因应他们所处的那个环境。
套在台湾，你就会觉得哇，那完全是不同的思维。对，但他们比较新的一些法规就会要求到说，他们新的房子里面就要有自己内建的避难所。这个房子里面有内建避难所。对，新加坡的公屋其实也是有这相关的法令。那很多人都是把那个小小的那间房间，它其实跟你所有其他房间都长得差不多，但是它有一个法规，就是那一间房间的。例如说它的水泥它必须要多厚，然后天花板有多厚，地板有多厚，然后你的门跟你的窗户不能在同一面墙上面，然后你的门要加厚，你的门真的是那种铁门，不是像可能其他。新加坡对，新加坡有，那很多人当然就把这些地方当储藏室。我以为新加坡就是家家户户都有一个阿姨住的房子。我不知道新加坡家家户户这是规定，这是规定。可是新加坡反而不觉得有什么兵凶战危的。新加坡他们对于全民国防，他们其实跟以色列当年取经取了蛮多的。这边也帮大家这个背景说明一下，因为婷婷是其实在新加坡长大嘛，对，因为我父亲新加坡人，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有那种，就是我们是把它当储藏室在用，但是它真的就是一个有加固的一个小房间。然后我就因为我知道从小时候全民国防教育老师就是说这个我们有跟以色列取经啊什么，你就知道有这件事情。所以当你去以色列就真的有看到对。然后我们还找了一个女生，她就给我们看她的房子里面，而且它里面其实他们有认真的在为最坏打算做准备。所以就像他在这些房子里，就是那间房间里面，它有72个小时的干粮，对，然后它有水，然后它会有手电筒，它会有那个手持的那个 radio， 然后还有那配合他们现在还有那种行动电源，多放几颗在里面。就是常态性都预备好了。对，都预备好了，都知道。就有点像现在，其实我们台湾全民国防也会有一些那些国防手册，也会告诉大家说，你理论上要准备了多少，就是有一个像是防灾包要随时都要准备好的在那边这样。对，但是就是到底多少人有这个东西？我们曾经也是自嘲嘛，就是我们以前有做节目啊，就是我们里面要准备什么什么，做完了，然后做完了，过了2个月之后再问说。那你准备有哪些东西呢？我知道了，但实际上还没有准备，然后实际上东西在哪还不知道。对啊，我们讲这个俄乌战争已经是2年前的事情了嘛，然后一直到现在，你还是在军事国防这条线上在跑，你就有感觉到说经过这2年，这2场这么关键性的大家非常瞩目战争。整个在国际上面在讨论军事啊、军备啊，或是你刚刚讲全民国防啊，这种气氛上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我觉得很明显，2个事情可以聊。一个事情是当我们去一些国际的场合去采访，像是我2022有去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然后有去好像包括就是我们去以色列啊什么的，大家只要听到我们是来自台湾的，就说Are you okay？ 就是台湾 OK？ 台湾人现在都还在封自己的00940呢。就是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我们其实真的应该好好注意的事情上。他们就是真的很认真的关切。其实我觉得这是跟我可能前几年的采访很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以前我们也是有去采访这些相关的一些国际论坛嘛，那主要可能一些的 focus 主要是在南北韩，或者是可能在南海，就是如果你真的对于印太的一些事务关心的话，就主要是这2大块。但是他们现在就是台湾 OK？Are you okay？Are you worried？ 你会很担心？你们还好吗？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一切如旧，对，我们有在努力，对，就是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感觉，就是氛围就是很奇妙。像去年我们去那个香格里拉的那个在新加坡的年度的亚洲安全防务会议，它是那个亚太区最大的一个安全的防务会议，反正基本上就是1年一次了，1年一次，就是中国的国防代表居然是国防部长，那美国国防部长，然后基本上全球区域的国防部长都会在那场会议上。那个会议我其实从2014、2015就采访，那当时主要关心的是其他你可以想象的别的议题，然后去年真的认真的第一次在讨论台湾。
然后我就觉得全世界的范围就是我觉得你会觉得很违和啊，就是当你在这些采访的场合，然后看到大家这么热切在讨论台湾，然后为台湾觉得很担心啊，台湾自己到底相关的准备是不是做足了，然后回到台湾就是我刚刚讲的大家一切如旧这样子，会有一种冲击感，就觉得、对，然后我想这些外宾也是来台湾，然后因为都是有交朋友嘛，他们有来，可能互相聊，他们说台湾还好啊。好，对，然后我们就会说，对，就是它是一个隐形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存在。它有点像是房间里的大象有，而且你要知道，其实这些国际的一些论坛，因为碍于台湾的国际现实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官员或是我们的代表不一定都能够全程参与，所以就会看到全世界在讨论一个没有办法出席这些活动的，以及他们来到台湾发现怎么跟大家讨论还真的很不一样这样子。对，然后我是觉得一个部分是，当然全部人都关心台湾这件事情上面。那在台湾，我知道我们这几年推了非常多一些全民国防的努力，但是我觉得我们当然还有很多很多需要进步的空间。尤其我觉得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包括是在俄乌的这个当时我们去采访的那个情况，还有包括在以色列碰到情况是，我个人很关心跟关切台湾的心理国防。心理国防，对，心理国防到底有没有？心理国防的意思是什么？你有备战的心理预备？一个是一个是在如果发生事情之后，民众的心理足不足够韧性去团结一致？我觉得这个跟政治是两码是不一样的一个逻辑。但你讲到这个概念，让我想到就是乌克兰。其实大家当初不晓得乌克兰可以打这么久，因为不知道原来大家就是错估了或低估了乌克兰人有多么的。韧性，没错，就是你讲的那个韧性，对，他们就是 psychological defense 是我觉得有一个是当然，像以色列他们在这个战争初期，他们就还有包括像是在欧洲，他们因为要声援乌克兰，就到处挂乌克兰的国旗，在以色列境内就挂非常多的以色列国旗，而且当地人就说比他们平时的数量还要更多。那这相关的一些准备工作上面，不是说我马上事情发生了我才去买国旗，这些东西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是他们有所谓的心理咨商的专线，这些事情我在两个地方，包括在波兰、德国还有以色列，我都有看到。那我本来还以为说，那个感觉还好，可是可能什么忧郁症的那种心理咨商，他们是让一些心理的专业的人士会在那边，如果有民众因为可能战争所以造成心理上面过不去的那一关 PTSD 之类的，其实就是针对 PTSD。因为我其实包括我自己像我刚刚提到，我听了这么多的，至少武器上面的砰砰砰，但在以色列，我觉得因为可能采访的当下，其实你不会感到害怕，因为你就是把工作做好，对。但是我其实当然在做战地记者前，你这个心理的准备工作，我自己这几年都有做。那我以前有看过很多那个战地记者写过的书，所以我知道。很多的战地记者会碰到一个状况，就是你在当下你不会有任何的害怕，你就会冲。但是回来之后，你听到非常一些大声的声响，你其实会有一个反射性的害怕。对，你就会没有害怕，就是惊了一下，但是你不会说爆哭，不会。但是你就是突然，这什么声音？这是不是炮弹，或是飞弹要过来？这个是会有的。那因为我有这个心理准备，所以当我后来自己碰到，我后来。我其实在以色列完全都还好，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是我们从以色列的飞机，我是在曼谷转机回台北，那我们在曼谷上了回台北的飞机，那飞机引擎一开，轰轰轰，我就突然一个这样子，然后这个反应是你在以前不会有的，我不会有这个反应。然后我回到台湾之后，就是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是在马路上听到那个公车轰轰轰就过，我就突然。吓了一下，对，但是我不会哭，不会怎么样，但是就会惊了一下。但是我后来有跟一些可能国内的一些权威人士在聊，我就说这部分你们有没有做好准备？就是如果假设台湾碰到一个最不好的一个状况，敲一下碰到最好的状况，民众有没有不管男女老少，如果
听到了这相关的一些事情，可能老一辈人觉得啊，以前就常听啊那个，可是年轻一辈也听到这些事情，你有没有足够的心理咨商的咨询人员可以准备去来帮这些人做必要的排解？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然后另外还有包括是我在以色列还有在波兰有看到说他们那些收容所那边，他们其实都有准备专业的心理辅导师，甚至是找来了在大学念心理系的学生，随时在那边。我是觉得可能欧洲吧，或是可能他们那边就比较关心心理上面的，因为当然像是说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全民国防，就包括像是包扎啊、止血啊、战场急救啊这些的，但是心理上面这一块，它是个隐形看不到的东西，但是你不能去忽略它。对。那像我自己，我现在是完全没有问题，完全就已经 OK。但有没有人，每个人的恢复期不一样，有些人可能1-2天，有些人可能很久。而且甚至这战争有时候一打到什么时候，其实你不知道。那如果每个人都能够维持在一定的心理韧性上，就是还是回到乌克兰嘛。对，他们之所以能够撑这么久，不是没有原因的。倒是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对，因为一般讲到全民国防、民防，就总是从硬体面去思考这件事情。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在台湾连硬体都做得就会比较，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内政部还有我们的一些国防单位，他们都有在努力啦，他们也都在想破头，而且也是跟各国去没有办法渗透到每一个人对这件事情有意识。例如说，好，你说防空洞好了，你就随便路上抓一个问啊，你家旁边防空洞在哪里？他就看着你。对。那其实内政部警政署其实消防其实有个 App。大家可以去下载叫什么？它叫做消防APP， 然后它其实还蛮好用的，因为其实只要你一打开的时候，它叫做消防防灾1点通。对，然后你一打开的时候呢，其实就可以呈现说你家附近，你所在位置附近。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瑞光路嘛，就可以呈现我们附近有哪些。对，但可是这是一个理想状态通常战争如果真的发生的时候，它会直接攻击你的网络设备啊。对，就是第一就是这个问题。对，实际上就会断网了。对，所以当然，可是他们现在就努力在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就像是在以色列一样，有没有办法做到每个地方你走进去里面就是有防空洞？这个是要从很硬体的事情去大家要先有意识，我有这个必要，要不然我连叫你把店家弄像防空洞，你就是每个民众都跳脚那种感觉。对，还有包括像以色列，他们有办法把医院地下化。那其实就涉及了像是你的管线，你的停车场，就是像他们就是第一时间受到这相关的一个攻击之后，他们就马上把病床往停车场推，停车场推对，然后其实那样看，我有印象这个新闻画面。对，然后他们。你要想他们那些可能我们一般的停车场的那个柱子，基本上我们可能顶多就是一些防火的设备啊，或是一些管线，他们其实里面都是装好了氧气管、电线，然后因为你所有能够病床，还有包括手术室，他们那些管线都拉好了。那个就是在建筑物在盖的时候就已经规划好了，没有错。然后还有像是地下血库，我觉得像是欧洲那一块，他们就会比较关心，不只是有没有足够的战备血量，还有包括有没有足够的母乳。连这个都想到了。连母乳，对，母乳奶粉。这些他们都有。好细节耶。对，其实很多东西就是感觉上不怎么样，可是你真的去一一去盘点，其实细节真的非常多。对，所以你回到台湾看，真的觉得我们有很多做的实在是太多了。可是我也能够理解政府处于一个是他想要做，但是如果他做太多，民众说是不是现在阿公都要打来了？你就是有一些政治上面的，或是大家心里会怕但是大家要做，所以他就只能 take baby steps， 他就只能一点，但是他又不敢马上往前马拉松冲，所以我常常讲说，你看乌克兰花了8年，我们有没有8年？对，当然我是希望时间可以更久一些，但是这件东西是我们没办法去预测。像你自己小时候在新加坡长大呀，因为你刚刚讲新加坡的状况，我也有点意外，因为对我来说，新加坡是超安全的呀，是不是？然后连新加坡都，你说你小的时候学校老师就会讲一些，我们其实新加坡有
新加坡的政府它有推出一个叫做全民国防 Total Defense， 然后今年是40周年。那他们的那个每一年有个全民防卫日是2月15号。那为什么挑这一天？就是那个日本2月14号的隔一天，对，2月14号隔一天，隔一天对，是因为当年1942的时候，在二战的时候，日本占领新加坡，就是2月15号投降的。对，所以那个时候有历史上的意义。然后之后他们建国之后，觉得我们必须要加强我们自己的全民国防。那当然也跟很多各国取经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原本有5大支柱，然后但是最近已经变成了6大支柱。那叔叔帮大家讲一下，以前是包括我们一开始讲嘛，心理防卫，刚刚开始有讲到的。那像是社会防卫、经济防卫、军事防卫、民事防卫。民事防卫就是民防啦。对，民防，对。然后社会防卫就是刚刚提到像不分族群啊，那他有没有办法团结，这个社会有没有办法团结在一起。那经济防卫就是我要保持我这个国家的经济韧性。我国家要有钱，大家要有钱，因为我要保持我国家的一个竞争力嘛。然后还有军事防卫，这个就顾名思义，我们的军事有没有400最好最新的这些。那他们最近增加叫做数位防卫。对，所以他们现在就是6大的这个防卫支柱。那他们因为今年那个庆祝40周年，所以新加坡政府为了配合40周年的庆祝活动，所以他们又在加码了，把这个全民防卫从防卫日变成防卫周。对，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半个月，就2个星期，对，2个星期的一个全民防卫活动。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包括像是要让民众或是让企业，就是不管是学校啊、企业，反正就是大家的一些民众，你要想办法的在你的生活中制造一些没有办法预测到的所谓的不便利性。那然后你要怎么样的去应对？我来打个比方，例如说，可能我们在学校，小朋友去上学，那新加坡比较不像台湾是带便当，那边是有点像可能美国我们就是拿着那个去食堂去买饭这样子。那如果今天学校断电、断水，那小朋友我们要怎么办？那学校就说我们有准备好饼干，大家今天就吃饼干。就是这些东西都要提前准备好。那如果像企业的部分，可能老板就配合这个国家的政策，就会说我们突然现在没有办法做生意了，因为我们的 WiFi 全断了。那你要怎么办？是不是你要找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或者是你有没有足够的存粮食水去帮你应付这个状况。所以他们就花了2个星期，还有包括是也开放了他们在捷运站的一些防空避难所，让民众可以去里面参观，也知道说参观，对，他说原来我家旁边的避难所就真的有这样子，就是开放让民众知道说哪些避难所我们可以躲。所以你们以前小的时候大概多小，在学校就会开始教这个？国小1、2年级就有了，我们的公民社会课本里面就有写这些东西。我觉得如果要做民防这一块啊，真的必须要从小扎根，因为我们就是很缺这个意识，原因是没有什么机会认认真真。如果我在学校教育认认真真的去，你说108课纲、118课纲，我没有看过这个，当然还是国一宿舍自己知道吗？对啊，因为你刚刚也讲到这种全民的意识嘛，例如说，好像政府如果今天动作大一点，大家又觉得很害怕，好像真的要打来是怎么样？对，如果你就是常常沉浸式的，然后孩子从小的时候在学校就有这么一套，所以我现在在想说，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我们还有军训课啊，还要去打靶呀，就女生也要嘛，对，然后要军训课也要学一些护理或什么之类的，我不确定现在高中课程有没有，因为我们家孩子现在这种他还在国中，最起码我从来都没有看过或没听他们聊过他们有类似的课程，然后讲的都是一些就是翻转教育的那种说法嘛，就是要适性啊，然后要去找到自己的兴趣啊，可是真的这一块是完全几乎是空白的，以至于大家就是他们好像有，但是主要是因为实弹射击就比较等于真的要到全民军事训练或是全民民防训练，它还是有一段的距离。对，但是我同意你这边提到，是不是我们要多增强？例如像是包扎止血这种，就算是女孩子，我觉得作为女生，我也很愿意
认真的去学这些东西。真的真的。对，包括像我们采访上面碰到一些女生，那当然女生要不要当兵，这是大家可能在讨论的。我曾经有跟我老公聊过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这个年纪啊，孩子很多都是中学生、高中，甚至比我们早一点甚至大学。如果家里头有儿子的话，认真都在想到底要不要送出去。然后我们就是一直在聊，然后我就在想说，其实我们家都是女儿嘛，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立场去讨论说要不要把儿子送出去这种，因为我们家没有儿子，所以讲起来事不关己这样。可是我老说，如果真的女生当兵的话，我是还蛮乐见我们家孩子有这个机会去接受一些像这样的训练的，因为真的我就觉得说，你今天一把枪放到我手上，我都不知道拿它该怎么办才好。我这辈子有没有实际上，就以前军训课打靶那是那种很长的枪，现在可能所以也找不到，那就是一个武器放在手上，你都不知道怎么用什么手榴弹，你都是看电影啊，对，就是实际上是没有真实跟它有任何连接跟任何概念的。就像以色列的话，女生是当兵起码2年，男生是3年，对，所以我们就在那个以色列的街头就会常常看到那个，因为他们要这是他们征召，而且他们是征召打仗的部分，他们就是轮啦，有些人就可能2个星期，然后最长是8个星期，所以我们就常在街道上就看着那些女兵持着长枪，而且你就知道他们是被征召的，他们好像就是不管是到前线或是有什么任务，那可能2或3周就1天的可以去所谓的休息，对，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拿着枪，穿着军装出来，就是一个休息的对，然后他们长枪就背在后面，即便休息也是这样子背，对，然后就他们去路上买饭的，去逛街，去理头发，去买个包，对，然后当然他们一些店家就看到说你穿军服，那你今天就免费啊，我多送你一些东西，就是其实它是一个生活日常，对，它是生活日常，对，然后还有包括一些企业，他们因为我们有去采访一些企业，他们也那个相关有没有受到影响啊，经济上面损失，他们就说我们员工现在就是可能因为有些要去上战场，那当然他们是轮，所以可是他们都知道，所以都在他们提前已经预估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他们知道说这样子的一个经济损失我大概知道，对，有些员工就会不在，我的人力就是他们的日常我就这样，他们都习惯了，都习惯，或者说他们有去想定要怎么去想定，对，所以再次回到台湾目前的现况，你就会觉得说，我们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间。如果真要讲，你一个记者身份，然后看了这么多，观察这么多，你觉得最可以看到果效，我们实际上真的可以开始做，也不那么难的是什么？你知道，在很多的社区里面都是有里长，你知道，其实我们的里长不是他们会轮流的到区公所去上民防课，那他们上的民防课理论上这些知识其实是要回到里或是领长也要去，然后要教邻们我们这些人怎么不管是民防像是止血啊什么的，但是我后来得到的反馈，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其实里长本身去上课也不知道，还是说里长去上课，但是里长回来交给谁不知道。我跟你讲，我们家真的很常参加我们里的活动，就是里长办活动呢，大家最有感的就是包游览车，带爸爸妈妈们去玩，就是我妈每团都参加，没有错过的。然后还因为我们那区刚好是焚化炉的反正回馈区嘛，所以我最常看到里长就是他挨家挨户在发那个垃圾袋的那个兑换券，大概就这样子。然后因为里长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都觉得里长太棒了。可是你刚刚讲那个，我从来没有看过，也不知道有这个。他们其实要，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台湾也是有，台湾其实不是没有这相关的一些基础建设。你知道我们碰到天灾的时候，地震啊，主要以地震最明显，只要地震一发生之后，如果真的比较大的一些灾难，大家就马上知道你的那个民防的量能就动起来嘛。在以色列我看到同一个状况，他们是有意识到这些所谓的救灾的这个链，他们是有办法全部地下化的。就是像我们在以色列去采访他们那些收容中心，他们像如果我们在台湾，我们一些收容，如果说可能捐物资的地方，我们就一个可能展览馆，一个篮球场，然后大家就东西排一排，对。但是我去以色列采访的时候，他们就那个民间的团体，他们就马上租用的是塔拉维夫展览馆的
地下室2、3层，然后你们就来捐物资，就把车开到地下室，直接开进就地下室，直接都地下化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有没有办法把这相关的一些东西直接的，这就是基础建设。对，当然我像台北市，或者是我相信六都有很多这些地方是可以地下，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把一些停车场，把一些能够地下化的东西，这些都要做起来，也不要说到时候我们再把它搬下去，那已经来不及了。对，你这些其实都要提前做好，还有包括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里长嘛，那他们例如说那些阿公阿妈群组里面，如果里面可以发一些正确的资讯，第一时间大家都可以获取正确的资讯，这些软体的设施我们其实是有存在的，只是它要怎么去转化。好哦，真的今天跟你聊一聊，我觉得哇，我自己也有一些需要重新调整的眼光，跟观念。然后有时候想想，这台湾实在是还是过着自己太开心的小确幸的日子了。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不乐见战争，我觉得大家都不当然是，但是是不是有一些调整，大家maybe 这是一个很阵痛期。我今天跟你聊完这一周回去，可能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过日子，它变成是你没有办法渗透到我们的文化里，所以3号我还是觉得教育很重要。对，我觉得从小做起，对，然后同样的，大家可能可以去慢慢去接受跟接纳，不是就沉浸在那个环境里，然后你从小就听，从小就有一些基本的 know how，你知道该怎么做。我会觉得这个其实是蛮关键的。你还会期待想要再次回到你之前去过的地方、战区或贴近战区的地方再看看或再采访？我觉得我会希望啦，因为其实你到前线，你能够感受到不一样一些故事，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的战地记者，像我们在前线，其实会观察的一些点会可能希望比较不一样，像我们这次带回来的一些新闻内容，我也是想办法说可以让台湾怎么让我们的全民国防，让我们的国防能量，让台湾的观众可以就整个现在国际局势一个变化当中有更多一些知识，这是我自己很努力希望可以做的。好吧，大家就一起努力吧，一起努力。然后如果大家对于婷婷在过去采访的那些内容、那些画面，觉得很想再来看看到底他当时经历什么，像你的那个连线的话，我们说不定等一下也把连接找出来，就贴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里。谢谢婷婷今天跟我们有这么棒的分享，谢谢陆姐，谢谢各位。好，贴近大家的耳朵，让大家听到一些看不到的故事。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说的，都欢迎透过许愿池的连结留言。如果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给我们5星回馈。感谢你的时间，我们下次再见，拜拜。